油豆腐是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食材，平常吃的最多的就是下火锅。今天分享一道不一样的新吃法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首先准备300克左右的油豆腐放在大一点的碗中，加入30度左右的温水，把油豆腐表面清洗一下，因为油豆腐在制作、运输、贩卖的过程中，表面难免有一些灰尘或者是杂质，而且炸过之后的油豆腐表面有多余的浮油，经过清洗一下，吃起来不油腻。洗净之后，我们要用力控干水分，这样方便下一步的入味。接下来简单的给下刀，不需要切太小，对半切开就可以。很多国外的朋友不知道油豆腐到底是什么来的。油豆腐其实是豆腐的油炸版，也有人称之为油泡、豆泡。平常吃的最多的就是涮火锅，它也是中国很传统的豆制品，制作历史也有好几千年。其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，好吸收，适合全家食用。虽然是油炸过的，但只要不过量吃，搭配蔬菜、瘦肉一起焖，非常健康。全部处理好，放在大一点的盘中备用。准备1颗小一点的白菜，把根部切掉一小部分，这样处理一下，菜叶很轻松的就全部散开来了。中间的硬心比较硬，可以留着清炒。把处理好的菜叶放在清水中，因为菜帮和菜叶的表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泥沙，加入食盐浸泡10分钟左右。所有的绿叶蔬菜，我们在炒之前最好用淡盐水浸泡一下，这样可以去除表面的污垢，同时在食用的过程中会更加安全。大约浸泡5到6分钟左右，我们再来清洗一下，把菜帮的里里外外都淘洗一下，因为菜帮凹凸不平，很容易藏污纳垢，所以我们要多淘洗2遍，直到把水洗至很清澈，我们就直接捞出来。接下来简单的给下刀，把白菜切成大约2公分左右的小长段，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点的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小块五花肉，切成薄片。五花肉我们一定要挑选这种五花3层的，有肥又有瘦，吃起来口感细腻不发柴。在切肉的过程中，我们最好放在冰箱冷冻1个小时，这样切起来会更方便。我们尽可能的切薄一些，这样方便炒出油脂。全部切好，放在盘中备用。接下来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和配料，一小把去皮的大蒜切成小丁，一小块去皮的老姜，首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切成姜丝，最后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几个洗净的小米椒，切成小圈，全部切好和姜蒜放在一起。准备一小把洗净的香葱，首先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切好和小米椒放在一起。再准备几根洗净的香葱，切成小长段，全部切好放在碗中备用。接下来简单的调个料汁，碗中加入大半勺的食盐、松茸鲜、1大勺生抽、小半勺的蚝油，少量的红烧酱油上色，然后倒满多一点的清水。在饭店一般都是用高汤，水的量稍微多一点点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
提前调好料汁，这样可以节省炒菜的时间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我们开始操作。提前把砂锅烧热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把五花肉直接倒在锅中，开小火，把五花肉炒出油脂，炒出香味。其实肉不肉都无所谓，我们要用五花肉里面的油脂来炒油豆腐，这样炒出来的油豆腐吃着都有肉的鲜香味。没有五花肉也可以用猪油来替代。在炒制的过程中，我们一定要不停地翻动，不然的话五花肉很容易粘锅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能太心急，整个过程大约在2分钟左右。随着温度的升高，五花肉慢慢的炒出了油脂。喜欢吃五花肉的也不需要炒太干，炒成视频中这样，加入切好的葱姜蒜小米椒，把辅料炒出香味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白菜直接倒在锅中，接着把油豆腐也倒在里面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整理平整，然后再把调制好的料汁全部倒在锅中。这里我们就不需要添加水或者是任何的调味料。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汤汁煮开，然后靠上锅盖，用最小的火大约焖煮5分钟左右，使油豆腐和白菜完美的融合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打开锅盖的一瞬间，整个厨房都是油豆腐的鲜香味。接下来把剩下的小米椒加在里面，切好的葱段也加在锅中，靠上锅盖大约焖煮1分钟左右，使小米椒和香葱充分的释放出香味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砂锅油豆腐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。有时间做给家人们尝试一下，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这样做出来的油豆腐软嫩吸汁，五花肉焦香入味，白菜清甜解腻，配米饭真的是能多吃2大碗。做法简单又家常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。如果视频对您的厨艺有那么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